作为一个前端菜鸟，公司能够给你4到5个小时去调查一个需要的技术，已经很慷慨了。所以你要对领导说，我要学习这个，学习那个之后才能做。那是不可能的。现在的公司里面都是敏捷开发，讲求的是效率、成本控制，所以根本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做一个东西。而在前端呢，有丰富的 JS 插件，我们使用这些类库呢，各方面来说都比自己要写得更好一些。至少 CSS 这些你不用去考虑太多，毕竟我们时间有限，功力呢也不够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JobZone 这个 JS 库，它呢是一个能够提供文件拖拽上传，并且提供图片预览的一个开源库。它呢是非常轻量的，我们来点击它的官网。它可以不依赖其他任何库，包括 jQuery， 并且呢是一个高度可定制化的库。这是它的官网，当然呢我这里有一份中文的文档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方便。它是一个提供文件拖拽上传，并且提供图片预览的开源库。我们来试一下，选择一张图片，当然呢它不会真正传到服务器。在左侧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安装、用法、配置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来看一下兼容性。兼容性的话 ，IE 是 IE10 的版本以上，其他的浏览器呢基本上都是支持的，所以你需要注意一下它的兼容性。如何去安装和使用呢？那就非常简单了，你可以引入它的 JS 文件，这里呢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示例，我们可以点击。当然这个样子就长得有点丑了，我们随便传一张，效果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因为没有服务器，所以这个上传失败了。他说了 JobZone 不会处理你上传服务器上面的文件，你必须编写代码去接受和保存上传的文件。也就是说我们服务端需要自己去编写，它提供了一些服务端的实现代码，这里面呢有 Node.js、Ruby on Rails、PHP 还有 ASP.NET。 当然服务端的文件上传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功能，所以呢实现起来也很简单。我这边呢准备了一个 Java 的 demo， 我们等一下去尝试。这里呢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当你引入了它的 JS 和 CSS 文件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JobZone 这样的对象。当然呢，如果你使用 jQuery 的话呢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创建它的一个对象，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呢做一个配置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，这边呢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我们来看一下 JS 呢，我引入了 JobZone 的一个 JS 文件，同时呢我也引入了它的一个 CSS 文件。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要在 HTML 文件里面写的话呢，将它们引入的部分写在你的 head 区域。然后呢，我们的 HTML 代码是这个样子的，非常简单，有一个 H1 的标签，然后呢有一个 section， 在 section 下面呢，我写了一个 div 里面嵌了一个 form 表单。那这个格式呢，你在它的官网是可以找到的。然后呢，我写了一点点的样式，有一个背景色以及它的宽度和文字的颜色。在右边呢是我们的 JS 区域。这边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创建了一个 JobZone 这样的一个对象，指定了这个容器井号 demo upload， 也就是这个 form 表单。下面呢有一些配置选项，这些配置选项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，可以在这个地方复制它，然后粘贴在这里。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个文件可以并行去处理，这个呢我一般其实也不怎么配置。然后呢这是缩略图的宽和高是120，这个你可以调整一下。下面这个呢，你按照它的API 设计去翻译过来的话，感觉是最大的文件数，但实际上不是的，实际上是上传文件的大小限制。它呢以 MB 为单位，也就是说最大我们可以上传1兆的文件。我们可以试一下传一个更大的文件。我这里呢有一个 6.8 兆的文件，我们点击上传，然后会发现没有传上去，它会提示我文件太大了，超过了1兆。当然这个提示文字呢是可以自行修改的。再往下面呢有一个文件大小基础这个配置项，看名字呢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呢我们还是搜一下。他说默认是1000，这个选项在计算文件大小的时候使用1000还是1024作为一个基础单位。至于这个选项呢，我一般就用默认的了，因为用这两个数字算下来其实大小差距不会很大，而且呢服务端还是会对文件做一个大小的限制的。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参数，这是缩略图上传之后的一个展示效果。再往下呢是一个进度条的处理，我们就不看了。我呢现在启动一下服务端的程序，我们试一下。这是我使用 Java 代码编写的一个上传文件的这样的小功能，我们来启动它。因为我要通过 CodePen 去访问这个地址的话呢，所以我需要做一个跨域的处理，加了一个跨域的中间件。现在我们选一张小一点的图片试一下，比如说这一张，那它会提示我上传成功。我们来看一下服务端，
收到这样的一个 post 的请求。我们打开这个地址，然后呢点击查看文件列表，会发现005这张图片呢已经上传在这个文件夹了。当然在 JobZone 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参数值得我们去尝试。如果你需要的话呢，比如说我们去传一个 header， 我们是否去支持传多个文件呢？以及传递到后台的那个文件名参数是什么？还有一些事件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。像我们刚才写的那个例子呢，如果你要监听事件的话呢，就可以写这样的一段代码。我们用这个对象呢调用它的 on 这个函数，然后呢传递事件的名称，在这个方程内部呢去做一些回调，我要做某一些事情。比如说我传完之后呢，我要弹一个框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贴士，我们可以点一下。如果你不想使用默认的消息的话呢，你可以自己去编写一个 class 为 dzMessage 这样的一个 HTML 元素，就像这样，这个文字是可以修改的。默认呢，它会有一个固定的文本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技巧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在这个视频中呢，希望你可以学会使用 JobZone 这个插件。在后面的视频我会介绍更多好用并且流行的 JavaScript 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或者为视频点个赞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